大家好，我是于超。但愿我这个直播是顺利的吧。现在这个不知道开始了没有这直播。我在另外一个窗口上看这直播开始没有。直播开始了。今天我这个节目啊叫做真爱 or both。在我的那个推特上面呢，有个朋友就问我说于超你说话就是挺有条理，也挺符合逻辑的。他说但是我经常不知道你到底想输出什么观点。后来我的回答呢就是我说要点就在这儿，我说我不想输出观点。我说我的人生中呢，不仅是我的人生吧，就是我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呢，其实是未知啊远多于已知，错误呢远多于正确，迷茫呢远多于清晰。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输出观点呢？我更多的是就是说，希望通过我这个节目吧，谈一谈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然后呢尽可能的厘清啊这个知与不知的边界，知与不知的边界。当我厘清这个边界的时候呢，在这个边界上啊，我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然后呢，我如果运气好的话呢，希望遇到这个同行者。我说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就是他说那你是不是要流量啊？我说我也不需要流量。我说但是流量多了我也并不反感这样的。我的声音要是不行或出问题了的话，大家就告诉我一下。现在我正在看这个对话框呢。所以就是我就希望来到我这儿的这个朋友吧，就像我刚刚被王志安所提及，然后很多人来到我这儿，我跟大家一开始就说，我说我希望大家能给我就是高质量的思考和高质量的留言，而我回报给各位呢，就是我尽可能的高质量的思考，高质量的留言。我又封锁那么一两个人，其中有的人呢是多次在这儿留言的，但是他呢开始这个出言不逊。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几次啊，他对其他人出言不逊了。然后呢，这次我再次看到他对其他人说脏话，然后呢还对我说我把这儿的门槛设得太高，然后呢，没有人能就是在这儿跟得上这个门槛吧，说我应该接地气。然后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就把他给封锁了。然后他此前所有的留言呢都不存在了。大家知道，实际上我正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持守了30年的这个信仰啊。其中呢就是我师父，他也是我在30年之中始终信任和仰望的这么一个人吧。我正在实际上我正在和我师父对决，可以说是。那么我30年的这个信任和仰望的人，我都可以这么做。那你在我这儿来了几天，写了一些留言，也许其中有一些对我有称赞等等的，这对我来说不能构成就是说我不去实施我的这个筛选原则的这个原因。我要毫不犹豫地实施我的筛选原则，我会让我的这个留言区变成一个高质量的心灵与心灵沟通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尽你所能吧，说出你最高质量的话，说出你最真诚的话。你可以把我的这个留言圈子吧想象成这个欧洲中世纪宫廷，再加上 John Wick， 中世纪宫廷的礼貌加 John Wick 的行动能力。你可以，如果你不知道标准是什么，就是宫廷加 John Wick。然后呢，其实我收到好多的这个观众来信，我呢都没有能及时回。然后呢，我呢也在这儿向我的观众呢致歉吧，我会尽我所能的回，因为现在我自己的这个自我 put me together， 就是让我自己能够正常的运转，这个都成为一定的困难，就成为一定的挑战。
所以呢，我这个回信什么的这些，有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及时回。但是不少信我也看了，看了以后，其实我心里是很那个什么的，很难过的，可以说是那个有的信呢，就是像上次我在我的那个节目中啊念出来的那个，哎呀，我说起这事儿，身上都出汗了，我得把我的衣服脱一下。哎，就是有的信呢，就像上次我在我的节目中已经念出来的那位女士的信，那个就挺让我难受的。还有的信呢，有一个应该是比我年长一些的那个兄长吧，给我来信，然后他呢也比较急切，也比较说了很多的话，然后呢还给我附上了他写的好多的诗。他写的诗其实我挺喜欢的，写的那个诗，其实我挺喜欢那个现代人写那个就是七绝啊、七律啊什么那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人呢是这个沈祖芬。大家知道沈祖芬吗？我看到沈祖芬那个涉江诗啊，当时就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了2500本，我居然能在北京市监管局前进监狱的那个图书角里边看到，我觉得这绝对是缘分。沈祖芬那个诗我一看，哎呦，觉得写得太好了，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模仿那个李商隐，模仿李商隐模仿的就很不错，但是呢，他在那个人生后半段那个家国的巨变之中啊，变得更加那个就是沉郁和那个老练了。他写那个诗非常有味道，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哀伤和那个什么多了一些，但是这个没法就是强求人家，因为谁能经得住那样的这个家国的翻天覆地呢？但最后沈祖芬还是车祸去世，反正这些都让我很伤感。沈祖芬的涉江诗呢，在我10年的监狱中，9年半的监狱中吧，是我遇上的这个一个怎么说呢，心灵能相知的这么一个已经去世的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写的不错，就是那谁，那个聂干弩。聂干弩呢，他是黄埔6期的吧，然后呢他也是非常有才，但是呢他的那个诗呢就是愤激很多，然后那个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诗啊，是这个温柔敦厚，然后我觉得沈祖芬的诗体现出了温柔敦厚，所以呢，我会把沈祖芬放在比那个聂干弩更高一点的这个从诗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位置上啊，所以我比较喜欢读这些诗。毛泽东的诗和那个朱德什么他们写的诗也还有可观之处，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把中国的这些有才华的人都杀光了，所以他们那些诗看着就是虽然有一些霸气，但是如果你对历史了解的多一些的话，你会闻到血腥味儿。我说起这个诗呢，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年龄比我大的，我愿意称之为兄长的人吧，给我那个发信，然后这个人的那个来了几封信，其实我觉得明显的就是情志上是存在障碍的。我说情志上存在障碍这个话呀，一点都没有贬义，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常常说2句话，一句话呢，我说就是说，疯子和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呀，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疯子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所以很多人给我免费诊断嘛，说于超你精神不正常，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也许你诊断是对的，那么你帮我省了$200的那个就是初次问诊的费用，每个人都帮我省了$200，如果有1000万人的话，我省多少钱？1000万乘以200就是20亿，我就立刻成了20亿美元的富翁了。那个说哪儿去了？就是说呀，我认为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重大的区别就在于精神病人疯子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还有一句话我经常说，就是说人过40以后，如果你还能保持一定的正常，那我真的已经很佩服你了。
人过40以后，保持一定的正常。那个有人说，哎，那我满街看的都是正常人呢，是不是40岁以后，那个留着板寸那个头，肚子挺起来，皮带扣系在肚子下边，托住那个腹部，然后皮带扣都是斜向下方的，然后那个手上那个弄的那个沉香木的大木串儿，然后那个领子呢是立领的，那白的，而且扣要系到这儿，那个这嘎吱窝下边加一个黑色的包的那个拉链又是金黄色的，这种人那个昂首挺胸的在街上走的不是挺多的吗？他们也过40了，而且他们那个经营的都挺好的，说不定那个比你于超有钱多，还要有房子有地什么这那的。那么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正常吗？他们真的正常吗？你想过吗？或者你正常吗？其实这些问题都值得去想一想。就是我看的那些信，我心很痛，其实是心很痛，因为我知道人很脆弱，而且我知道人能支撑到现在，没有完全的就是崩溃，没有完全的流落这个街头，然后还能挣扎着给我写这样的信，我就想起那个尼采啊，抱着那个就是被鞭打的这个马，泥泞中被鞭打的马，去痛哭流涕，说那个我受苦的兄弟，就想起这件事来了。哎呀！而人间呢，其实比尼采那个所抱着马哭泣的这个场景还要凶险，因为那个马是被鞭打的，在泥泞中嘛，尼采就抱着他哭呢，充其量别人把他当做一个疯子。那你如果抱着这些已经受伤的人哭呢，他们可能伤害你，就是说世上所有的人都可能伤害你，你也可能伤害所有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凶险。然后你如果是内心没有完全那个泯灭这个真性情的话呀，其实你每天会遇到很多，你就经常会遇到很多流泪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我在这个我的节目下边很多人就是非常惊讶的，哎，于超你为什么练法轮功？我就想象这些人啊 ，imagine， 想象他们可能看到就是其他这个基督教的人哈，可能也问说，那个，哎，你为什么信基督教？或者看那个就其他的修行人，你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我看我节目下边不少这个基督教徒给我留言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徒这个群体很少问我，哎，于超你为什么练法轮功？极少。然后呢，就分析这些留言，其实也能琢磨出一些东西来。就是对于那些他人生中没有真正的这种信仰，没有真正的那个就是超越世俗的这些得失的追求的这些人，他们上来就是问我，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够不是那么就是说内心就好像大家知道就是脚后跟的皮很厚，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像我就得拿那个硬搓把那皮搓一搓。我觉得很多人心上的那个老茧呢，比我脚后跟的皮还要厚，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找到去搓掉他那个心上的那个老茧。然后我觉得也许我这个节目就是一种错吧，也许是我不知道。但有的人呢，心的那个完全没有这老茧，全是露着渗着血的这个嫩肉，而这个世界又如此之粗粝，你知道吗？当你的心去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仅仅是这么一看，这个粗粝的世界就会在渗着血的嫩肉表层又很蹭一下，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看到那个大孩子抓着那个麻雀在手里玩的时候，我就能难受好几个礼拜，不是好几个礼拜，我都51岁了，我想起这事儿，那个难受还很清晰呢，其实是，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来这儿问我的那个话，你为什么练法轮功？我有的时候把这些人映射到这个南方公园里边的某些角色，或者映射到就是Rick and Morty， 就是美国有一个系列动画片，就 Rick and Morty， 就一个疯疯癫癫的爷爷带着一个就是出涉世事的孙子，那个总是能让我哈哈大笑。Rick and Morty 里边的一些角色，我需要把他们漫画化，才他们的这种就是这个粗粝呀，
才不至于给我造成太多的内心的渗血，你知道吧？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挺多的，我知道就是现在给我写信的这些人呢，也有不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呀，就是说你问我说你为什么练法轮功，或者问别人说你为什么信基督教，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练法轮功，你为什么不信基督教？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如此懵懵懂懂的那些那个立领儿板寸头带着大沉香木串的那些男子在你身边走过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当场被他的体味熏得晕倒？这是一个很值得问的问题。我没有被熏得晕倒，是因为我练法轮功了。你没有被熏得晕倒是为什么呢？也许你也发出那种体味儿，我觉得是啊，我是这么猜想的。我就是开始这个瞎扯一通，我也喜欢闲扯，因为其实我内心其实有很多紧张和压力。这个闲扯本身啊，就使得我释放这个压力，也使得我能够比较自如的就把我的这个思路捋顺了一点。哎呀，在我的推特上面啊，有人给我发了，就是贴了这么一个帖子，他说啊，我1999年啊，出生在一个伦家庭，我从小呢就浸泡在这个氛围里边。我也经历了和于超一样特别痛苦的反省，做过很多蠢事儿。真正经历过的人，很多真的会走不出来。于超老师保持这样的冷静和理性是很难得的。我曾经真的夜不能寐，每想起来就羞愤难当，痛苦万分。我想着以后能不能在大陆做一些反邪教科普的内容。他这里边说的我都理解了，但是他对我的这个一个描述呢，并非事实。他说呀，我经历了和于超一样特别痛苦的反省。其实我在反省中啊，很多时候感受到的不是痛苦，我感受到的是带着那种怎么说呢，好奇加纯真。睁开眼睛的时候，哦，原来是如此，就是这种，你说是有一定的喜悦在内，但不是完全是喜悦。就好像你一下闻到一个清新的空气，带着薄荷味的清新的空气，你一下就明白一件事儿。我很多时候是这样，不是经历是痛苦的，反省本身并不痛苦。反省本身是让你一下就是那种提神醒脑的薄荷味，直接就顶到你，从鼻腔顶到你顶门，然后你发现哦，原来如此啊，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呢，我并没有特别痛苦的反省。就是我的反省并不是特别痛苦的，但是他的这个痛苦我是完全能理解的。他这个羞愤难当，痛苦万分，夜不能寐。后来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我给他建议，我说你这个羞愤难当啊，痛苦万分呐。我说凡事先不要急于评论，你不要急于摆脱呢在这种评论中的处境。好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先陈述事实。你把评论缓一缓再做，清晰描述事实以及来龙去脉，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过程。我想在我的节目里再详细分析一下，就是说他这个年轻人呢，他为什么会羞愤难当、痛苦万分呢？其实我还收到一个就这么长的信，那个也是大概是2000后一个00后的这个轮二代啊，轮二代给我写的一封长信。他写了，就是说他自己的双亲呢，父母啊，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强制的呢，就是把法轮功的道理应用到他身上。他从小就是被这种在法轮功的道理下摧折，这么长大的。就像我从小是被摧折长大的。被摧折长大的就是老师呢用一些什么学校的道理啊摧折我。现在法轮功的这些人呢，他们用法轮功的道理去摧折我。其一个就是板上钉钉的效果呢，就是他们的孩子非常的仇恨法轮功。我见到太多了这种情况。然后呢，他在那里边呢，一方面控诉了他父母对他的这个摧折，事实上我也看到了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自我放弃。他就是用1000%的力量把他的父母钉在那个耻辱柱之上，他就可以免除自己啊为自己负责的这种
所必须经历的失败、挫折、痛苦和成长了。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人乐于就是说找一个人生中的那个就是可以责备的对象。很多人乐于找这个对象，他可以是你父母，可以是法轮功，可以是种种的。就是你如果是在未成年时期被你修炼法轮功的父母以法轮功的道理如此摧折的话，这个事儿此时此刻我于超正在去大声的发出这个声音。那么但如果你作为成年人，不管你过去有什么，现在你是成年人，你就必须对你的各种选择负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把所有的这个你对人生中的放弃、退缩，或者你说你想自杀，都归咎于你以前的那个经历，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因为你现在是有选择的，而且你是成年人，你要说过去的这个痛苦经历，很多人都有，我于超就有。那个有一个阿德勒心理学吧，他说的就是说，过去并不能决定你现在，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你现在。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很有道理的。阿德勒和那个弗洛伊德那个正好是相反的。弗洛伊德说过去的就直接决定你现在，甚至研究不是弗洛伊德啊，他们有的人说肠道的那个细菌，它能左右一个人的情绪，这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完全就是说我就是被我肠道里边的细菌所作用，那你离你被你肠道里的粪便所左右，那相去不远了。而这个和法轮功中所提到那个附体，其实区别也不是很大了。所以你不练法轮功，但是你选了一个就是和法轮功这个学说，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民科版的这个法轮功。所以说我就觉得中国人对于成为邪教徒来说，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家学渊源。那个我就觉得，不管你是练法轮功也好，或者你经历过法轮功也好，你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去思考这些事情，而不是呢说在和别人这个相比较的过程中，说别人没有练法轮功，你看他过上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然后或者他走了一个没有什么那个弯路的路，然后呢那个所以呢就是说我看到他和我的差别。然后我就感到我亏了非常非常大，而且这个亏缺呢是很多是父母给我带来的，过去的事也无可弥补了，现在我只能在这儿在亏缺和那个羞愧之中啊，痛苦万分，羞愤万分。既然有羞嘛，就是说一直到错而那个什么，那个很多人一再问我说于超你后悔不后悔？我说你错没错？实际上我不知道我错没错，我真的不知道，我会认真的去想，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就是打比方说，我于超走了30年弯路，你走了30年直路，那就是我走弯路，然后你走直路，走到现在各自的这个路上，然后咱们现在能在这儿相遇，那你就谈一谈对人生的看法，你就谈一谈那个对那个世界的看法吧。但是很多人他好像说出那高明程度还不如我，那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直路给你带到了什么地方，而我这个弯路又给我带到什么地方？我这个被你称为弯路的路是不是弯路？这都需要打一个问号。这就跟那个《阿甘正传》特别像，《阿甘正传》大家看过吧？1995年的那个奥斯卡那个奖应该是《阿甘正传》小说挺有意思的，就是阿甘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别人都说他是傻子，说他是白痴。然后呢，那个就是有一天呢，他的一个室友啊，他那个车那个轮子，不是每个轮子都有4个螺丝嘛？后来呢，他由于某种原因呢，他有一个轮子上面那个4个螺丝没有了，他那车就用不了，但是他又有急事儿。然后呢，那个阿甘就说你把那个另外那3个轮子上面不是每个都有4个螺丝嘛？你把那个3个轮子上面每个都卸下一个螺丝来，你不就有仨螺丝了吗？你把这仨螺丝就安在那个你现在没有螺丝这个轮子上，这样的话呢，你这车就可以开起来，你可以先把你的事儿办了。那个人一听大喜，就赶紧按照这个做了。做完了以后，他就这个纳闷了。他说阿甘，他说你不是傻子吗？然后阿甘说对，他说我是傻子。他说但是我知道那个把螺丝卸下来一个就能把它安上。然后那个人听了以后，就拿起扳子要追打这个阿甘。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到我这节目下边，觉得我走弯路啊，或者我很愚蠢啊什么的，
也许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那阿甘和那个自认为很聪明人的关系。你的车可能是那个缺了一些螺丝，而我也许能给你出一些就是怎么把另外3个轮子上卸下一个螺丝的那个主意。我想说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在遇到一件事儿的时候啊，我觉得评价它呀，你一定要往后放，而你准确的描述这件事儿呢，你要放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就是今天我的节目叫真爱 or both， 就是说你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能够 put you together， 就是让你自己不完全崩溃啊。反正我走到现在啊，很多时候是依靠真。就是我看那个得失啊，我会去评判一下它，但是呢，就是整个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很多事情发生了什么是特别重要的。然后你会做错一些事，你真的会做错一些事，你做错一些事，是不是就有必要羞愤难当、彻夜不眠呢？这就使我想起这个查理芒格。他在一次那个演讲中，他就讲了个故事。他说，很多人找他来问，就是说怎么才能年纪轻轻成那个亿万富翁吧？查理芒格呀，是那个巴菲特的一个就是亦师亦友的这么一个伙伴。其实巴菲特始终是尊崇这个查理芒格为他的老师的。其实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查理芒格和巴菲特合作了50多年了吧，或者更长时间。就前一段刚刚去世，活了100岁吧，还是活了99岁啊？就我忘了。然后呢，很多人就是找查理芒格这么些年吧，就跟他说这个你教教我们怎么年纪轻轻的那个做那什么呀，做百万富翁啊，或者做亿万富翁啊。查理芒格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就去找莫扎特去了，说那个我想写交响乐。莫扎特说你想写交响乐呀？他说那个你现在就写些这些作品，先写些那些作品，然后逐渐练习什么的。然后那个你逐渐能开始写交响乐了。你20几岁的时候先不要着急，然后你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然后你才能写出交响乐。然后呢这个问他的20几岁的年轻人呢，就对莫扎特说：“那你10岁不就写交响乐了吗？”然后莫扎特说：“那当时我并没有去问别人呢。”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听完就哈哈大笑。这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这说明那个人和人其实是相差很大的。那个东西你会就是会，你不会就是不会，甚至就是说，那个东西你不会，这辈子就是怎么教你都学不会，你知道吗？我活到51岁，我是看到这一点了。说实在的，有些东西我就是不会，有些东西别人我也看到他就是不会，怎么跟他掰开了揉碎了说，他就是不懂，你知道吗？在我可能是，也许14岁之前，甚至几岁的时候，我这可能是不是吹牛了，我不知道。我往多里说吧，14岁左右，我已经看明白的事儿，有人50几岁、60几岁他都不明白。就现在我说的这些事儿，有的人50几岁、60几岁、70几岁还不明白呢，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事情啊，就是你不会就是不会，所以你要明白这么一点。既然你在不同的事情上处于不会就是不会，那你又何必羞愤难当呢？我于超在21岁的时候，我就是认为法轮功是对的，我就是认为真善忍是对的。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和我相识已经几年了，他那个和我相识最开始是质问我说李洪志为什么不给大纪元发金条？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是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交谈的一个课题之一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师傅说他能把铝片摇一摇，然后呢那个铝片里边就那个分子成分就改变了，就产生金银铜铁了。我说这个事儿我认为人是有可能做到的，然后呢他说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然后他说，而且他为了强化他的论点，就是说如果他能做到的话，那为什么就是大纪元那些人还是拿美国的那个工资，而不是李洪志亲手给他们发金条？因为李洪志只要摇一摇就可以出现金子，你就可以给人发金条了。我说你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说这个能有金条，但是却不发金条，我说这是一品质问题。我说但是能不能生产出这金条来呢？我说这个是个能力问题。总之吧，就是说我们就谈论这些事情到现在，他也有认为我有一些就是说不通的，我也认为就是他有一些东西说不通，因为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假如现在活着，是吧？你是会去和你周围人打交道，还是会去和耶稣基督打交道呢？就是这是我的一个问题。那作为我毫不犹豫的就会跟随耶稣基督。对于他们可能还自以为我懂点什么那个计算机，或者我懂点科学，是可以和耶稣基督平起平坐的，你知道吗？我是马上知道我需要跟随耶稣基督。假如耶稣基督活了的话，所以你在世上走一遭，你是10物10工具超过10人，那你不是一个重大失败吗？我是这么想的，我并不是针对那个人，我就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识人，但是你所识的东西，现在你所能拿得出手的任何东西，我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耶稣基督那个就在现世存在着，你是会跟随他，你还是会忽视他？我觉得很多人会忽视的，有的人可能会重新再把耶稣基督再钉死一次，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他能早些认识，有的人呢他可能晚些认识，然后你通过你所不会的那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门，你知道吗？就有的人他在那些问题上会了，那个方便给他提供的好处，使得他就停止不前了。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会呢，你的困难给你带来的困境，而你要解决这个困境。它确实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可能更高的存在，这都是有可能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呀，他说，我再念一念他说这个于超老师保持这样的冷静和理性是很难得的。我曾经真的夜不能寐，每想起来就羞愤难当，痛苦万分。这几个字儿，夜不能寐，羞愤难当，痛苦万分。第一，说明了这位小伙子他没有去梳理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他所采纳的一些东西是别人的一些言说。此前，他出生于一个被他称为伦家庭。现在这个法轮功里边这个除了伦匪、伦奴，现在有个伦家庭。出生在这个伦家庭之后呢，最开始形成他对世界看法的言说，是他父母基于法轮功形成的言说。现在因为他种种的挫折、失败、痛苦。那么他为了重新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他就采取了别人对法轮功的一些言说，而这两种言说都可能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两种言说都可能是不对的。真正能拯救你的，是你真正面对自己的真心，用你的真心去重述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去重述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很多人那个就是说师傅已经死了，2006年就死了，然后现在在山上的师傅替身。为什么呢？因为师傅是绝对不会做那种事儿的。现在师傅做的种种事儿，他们都看到是倒行逆施了。那为了解释清楚呢，就师傅这个一定已经死了，而且传出什么叶浩和杨森把师傅眼圈打黑了，说的是活灵活现，你知道吗？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现在所作所为和30年前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于超呢，对于师傅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我对于师傅的态度和30年前也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尽管我持守真善忍和30年前努力是一样的，但我对于师傅的态度，30年前我是非常尊崇和仰望师傅的，现在呢，我努力的把宇宙主佛这帽子，内部认为宇宙主佛的帽子，而羞于对外界提及的，我就公开的直接扣到师傅脑袋上。那么于超对于师傅的这个反应对待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为什么不说于超死了？现在在这儿做节目的是于超的替身，你一定要说师傅死了，在山上呢是师傅的替身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如果比较我的面貌和20年前那个我的面貌，也可以找出很多差距来。我就觉得，其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你无法承受师傅活着但是这么做，但是你可以承受于超这个走向反面吧，按法轮功的说法是走向反面。你无法承受师傅本人走向反面这个现实，你就必须让把师傅说死，你知道吗？其实你挺残酷的，你就一定要让这个师傅去死，也要满足你心里的那个执念。
所以其实就是说你能不能描述真呢，这需要巨大勇气的，其实是。而这个勇气本身呢，它就能替你摆脱好多好多麻烦和困境，因为你有勇气描述这个真，有勇气面对你真实的言说的所带来的这个处境、立场以及后果，你已经从麻烦中走出来很多了。所以你刚才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讲说什么呢？说这个说我那个羞愤难当，好像以为这个已经痛悔了。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就是你走这个路，在我看来都是错的。你正确的路，在我看来，首先就应该是那个描述真实。当你描述不清楚的时候，稍微打一点磕巴的时候，你立刻知道，立刻告诉自己啊，说这个地方我并不知道，大声的告诉自己我什么不知道，我什么知道。就是我在节目以前一次又一次说的区分知与不知的边界，然后这个过程就能让你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这个就是在现在可能的正确的这个范畴之中，你做一个最正确的一个选择。那么刚才那些人一定要说师傅那个替身他没有这个勇气呢，他就在内心的这个懦弱之中啊，要开始扭曲现实了，自己还想生活在自己扭曲的现实之中，被自己扭曲的现实之中。你可能能生活几个礼拜，你可能能生活几个月，你可能能生活未来20年，但最终你还得面对那时候变得更加糟糕的现实，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很多法轮功修炼人其实早就注意到师傅那儿已经是这个胡作非为、倒行逆施了，但是他难以自圆其说，只能说啊，我们师傅做的是更高层次的理，我们都不明白高层的理。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能求真，你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还收到这个另外一个留言，是在我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留言。我看这个留言吓我一跳，这儿有一个观众说呀，说就想起了毛泽东的那个留言，就是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啊。其实这是一首色情的诗。毛泽东的就是把这个色情的诗当成那个，就是让全国人民背诵着那个什么那个，来表达自己雄心壮志的诗吧。这真的是挺可悲的。谢谢 Kitty 啊 ，Kitty 给了我将近20美元。然后呢，我就说这个另外一个留言说什么呢？说爱这个能力啊，是我们从小就缺失的。他说我也是眼看着我妈妈做我婆婆的人况，被我外婆呢当成这个提线木偶啊这个使用，而忽视了对自己孩子的关照。如果我外婆对她脸色好，我妈妈就很开心，那段时间就对我挺好的。反之呢，就会打骂我。以前我恨我妈，后来我观察到这一点呢，我就开始同情她，原谅她，给她买衣服，带她出去玩，实现她小时候外婆没给她实现的（括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不知不觉也成了她的提线木偶）。我怕要孩子，我怕我会用妈妈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我孩子。我呢分不清什么是当人况，什么是表达爱。就这个其实也让我心里挺心酸的。你看啊，就是这个留言呢，和上次我念那个留言，就是说他从那个青春期第一次来出巢到40岁、41、2岁左右，整个的过程就没有他妈妈的关爱。他妈妈为了自己在法轮功的修炼中所谓的成佛呀，去发一些资料啊什么，完全对这个家人是忽视和抛弃的那个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当自己稍微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呢，他呢就是买一些他妈妈需要的东西送给他妈，买一些衣服啊，期望建立这种他想象中的家庭中爱的这个亲子的关系，但是最终他没有能成功。那么他现在这个孩子也是一样，他呢就是说努力的去用他能想象到的这个办法呀，去给他妈买一些东西，就是说让他妈满足一点，就是外婆呀没有能给他实现的，外婆就是他妈妈的妈妈嘛。然后这样的话能满足他内心的这种缺憾吧。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母女之间可能可以建立一个关系。
其实我想直接告诉你，你这个方法肯定会失败，你这方法肯定不能成功。其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就像我上次说的似的，就是你妈妈之所以这么做，之所以就是她的所有喜怒哀乐是被她自己的妈妈所左右啊。她因为在她人生中有巨大的缺憾，有一些巨大的缺憾，而这个巨大的缺憾是她无论如何要避免的。在这种巨大的缺憾下，这个缺憾所构成的那个无论如何要避免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导航的东西了，就是重要的就是人生的朝什么方向走，什么取舍，完全是由这种缺憾带来的恐惧以及这恐惧产生的希望所得到的。就在我上次节目里讲嘛，就是说未得之欲得之，而未得之而患得之，既得之又患失之，患得患失无所不为。就是在这种恐惧和希望之下，他就不可能在这个磁场中，这个铁屑它有任何不同的方向，所以你买的这个东西无助于它呢在这个缺憾之中减少那个巨大的缺憾和恐惧。你无助于你买几件衣服，买个苹果 iPad 啊，妈你玩这个，我带你去马尔代夫去玩这，缺憾永远在那儿，因为那个缺憾必须是靠自己真正的焕发出自己这个已经残缺的生命的生机，把那个缺憾变成养料。当那个时候，你的那个满树的繁花香气会飘得很远，和你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会被你这个香气所感动的，所以你的这些东西都会付诸东流，都不会有用。而就像我上次节目中给那个女士分享的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假如你现在你对你妈的这个态度还是内心我只要远离就行，只要远离就行，我把我这几个孩子保护好了。我不是说你行动上远离这个是错的，我说假如你对你妈你思考起来仅仅是我只要远离她，那么好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就是你的缺憾以及你的恐惧已经被你妈塑造成型了。你就想一想，在你的这个恐惧之下你会做什么？你一定会在某些时候伤害那些你最亲的人。所以就是说，你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成长人生的这种向更高层次的这种去寻找这个不是说你可做可不做，而是你必须做，因为那个后果是你绝对承担不起的，你承担不起不成长的后果。这就是我想说的，你承担不起你不成长的后果。你看到周围人很多都浑浑噩噩的在那儿那个活，很多都就是像我说那男的板寸那个大沉香木串，然后立领系在那儿，大肚子皮带扣向下，就是我给弄成这么一个 stereotype， 就是那个刻板印象吧。这个你以为他们能好好活着，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到后果，因为你其实并不关心他们什么，你只是用眼瞥了他们一眼，你不知道他们人生中会经历什么。我告诉你，他们人生中经历那些东西，你绝对不想经历，这就是我告诉你的。而且你不成长，那个后果你是绝对不想经历的。我见的太多了，我亲生父母，我周围的人见的太多了。就是说，你像我这样努力的，就是这些道理就是你不成长，你绝对就活不下去。我21岁之前我就知道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像那个查理芒格说那个人去问那个莫扎特，就是说，那你不是10岁你就会写交响乐了吗？莫扎特说我会写交响乐，我并没有去问别人的。有的事情，有的人就是知道，有的人他就是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当你知道自己处于一种就是说这种，你这个生命是各种各样组成了，你来到这儿你就是这么一个组合。你既然在某些方面有短板，你去接受这个短板就可以了。你去接受这个短板，你在那个短板之中，在那个困难之中，那都有那个困难的礼物，那也许就是你通向更高存在的门。这是我对人生的这个看法。我现在接着谈这个爱，刚才我谈了真，现在我谈这个爱。因为有人给我留言，就说他说他想和他妈这个搞好关系然后而且他也怕自己会这样像他妈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你有这个怕这个就已经是我真的要恭喜你，
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对头了，你知道吗？也许你已经感到在这种匮乏，在这种缺憾之中，你非得怎么样不可了，你非得在这种缺憾匮乏之中去要求孩子做些什么，或者左右孩子，或者被人左右以后挑自己身边最弱的人去左右他，就这种种种的典型场景，我看的太多了，你知道吗？而这些东西都是有解决方案的。他的最后一句说：“我分不清什么是当人况，什么是表达爱。”你应该可以分清什么是当人况了。现在你就在当人况，你妈呢也在当人况，你们都在当人况。你应该说我知道什么是当人况，但我不知道什么是表达爱。这个是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陈述。我知道如何当人况，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爱。那么，我就姑且说你有这个陈述了啊。我把你这个像批改作业一样，我说我分不清什么是当人况，什么是表达爱。我就想告诉你。也许你和我一样，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爱。你也许像我一样，从小到大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爱，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大家可能特别惊讶，说：“于超，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爱，那你还在这儿瞎谝什么呀？这是西安话，你瞎谝什么呀？在这儿，我们在这儿都能这个，就是说，就是至少我们走到你这儿来，我们是对人生有一些了解的，我们对于爱、善或者这个真都是有一些了解的。你于超告诉说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表达爱，因为就是你所声称的你知道那个爱，我觉得你也许可以就再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爱。有些人说我对什么什么人有 conditional love。conditional love，unconditional love 就是无条件的爱，或者我会给他准备什么，比如说我会给我妈买什么，我会给就是他在什么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我做出什么什么付出，这就是对他的爱。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爱呢？其实我仔细的思考过这些东西是不是爱。在我的这个评价的这个，在我的这个自身的对世界的观点中，我个人现在我的答案，我觉得那个并不算是爱。我就从我自身的那个经历谈起吧，就是说我家有3个孩子。我二姐和我大姐，其实呢，在我和我二姐之间呢，还有一个男孩，就是我生了我大姐以后，我妈生了一个男孩，结果男孩在2-3岁的时候，因为什么医疗事故什么去世了，后来这个事我一直都不知道，然后就又生了一个男孩，又生了一个孩子，又是女孩，是我二姐，结果我爸自己告诉我的，在我在监狱跟我互相通信的时候说，当时我爸已经不想要小孩了。然后我妈呢，一定要一个小孩，因为她就抱着全部的就是这个决心，就一定要一个男孩，你知道。后来等有我的时候，我爸是45岁，我妈是40岁，在那时候营养不良的那个中国嘛，一个妇女就是生过4次孩子，终于要到一个男孩，那你就可以想象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态度来对待我了，你知道吧？你可以想象，但你的想象未必是真实。那么我就是我家的一个唯一的男孩，而且是我爸和我妈带着如此大的期待去生出来的这么一个男孩。然后呢，很多事儿是我在30几岁、40岁以后，在我监狱里逐渐的反思，我才明白当年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家就订1瓶牛奶，而那牛奶只给我喝。然后呢，那个牛奶煮开了以后，表面上会凝结一层就是那种薄膜式的物质，然后呢我妈或者我爸会把那个薄膜式的物质调起来喂到我嘴里，然后自己把剩下粘在筷子上的在嘴里再抿一抿。然后呢，我妈呢实际上就特别喜欢逛那个商店，然后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然后从就是我家不是住人民大学嘛？对北京了解的话，就知道人民大学门口有一个302，一个332，那个320那都是后来的车，就是302和332。这2个车呢，就是从人民大学再往动物园开的时候，就是都是一条路了。所以我小时候我老坐这个车，我在这个车上坐那么一小段，我就开始头晕、晕车、呕吐，就因为身体太虚弱造成的。然后呢，在这种虚弱的情况下，其实我去陪着我妈逛商店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儿。我逛商店都能把我逛得头疼的就要吐出来的那种程度。
虽然我妈很那个偏心吧，很偏心的对我，但是呢，就是她在逛起商店来的时候，完全就是几乎，她就是我那么难受了，我妈还要接着逛。后来我就很多年以后，我就意识到，其实逛商店这个事儿啊，是我妈就是努力的挣脱出这个日常世俗人生的这么一个做法。就她去，比如百货大楼逛商店，或者去西单去逛的时候，那个使得她完全就是不在那个世俗的种种麻烦、压力、痛苦和那个伤心之中了。所以逛商店对她来说，几乎就是说，几乎窒息在水下的人头抬出来呼一口气那么重要。而她逛这种商店总是带着我，这个对于我妈来说，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一种特别的偏爱。也许我两个姐姐更愿意和我妈一起去看那个花布什么的，这那的。而我其实对逛商店可以说是毫无兴趣，我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要去逛商店，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啊，我也就是看到很多现在很时髦的女性啊，就说我逛什么名品店呐，然后现在买什么 LV 包、什么 Gucci 包，那个都是太大陆货了。我要买什么，比如说比利时某小品牌的某个包，那个才能真正的就是确立，就是我是鹤立鸡群的，而你则不过是背着一个 Gucci 包的这个比较俗气的那个女人吧。反正他们就是逛高级的名品店，吃是特别高级的日本料理什么的。因为我有这样的就是修炼上的实践嘛，我就能够明白，实际上就是每一种那个这种名品店呐，或者是这个服饰啊，或者是吃的呀，或者是它都是那个设计者呀、制造者，他给你讲一个故事。柏拉图我记得说过，说这个世界上有人呐，有两种人，一种是讲故事的，一种是听故事的。讲故事的人是拥有最终极权利的，因为你在世界上活，整个就是活出一个故事来。你要么是讲自己的故事，要么你是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那么，当你去那些名品店，你开名车什么的，其实你都是努力的把自己啊，在那个故事里你扮演一个角色。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去看那些故事呢，一个是那个故事里边的确有比较高明的东西在，另外一个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过于虚弱、虚幻和单薄了，他就必须进入到别人的故事里去。所以就这些道理，我给不少人讲过，我给我儿子也讲过。如果我能回到5岁的我身体里，我也会给我妈讲。我妈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好看的一位女性，其实是很好看。我觉得我妈，而且我妈那个梳大辫子，然后盘在后边，非常优雅和那什么。哎呀。说起我妈，其实我都挺伤心的。哎呀，我妈很漂亮，然后呢，那个不是漂亮，我妈用一个什么词儿，很美丽，应该说很美丽。然后呢，那个我爸其实我觉得也挺英俊的，他们俩共同特点就是皮肤都很好，尤其我妈皮肤特别好。然后我的这个皮肤啊。我在被那个共产党抓到那看守所监狱里边以后，长了4次还是3次疥疮，浑身长满了癞，你知道吗？然后在那些脱掉以后，那个皮肤就是有那个浅色的斑斑点点的了。当然现在都看不太出来了，但我知道我27、8岁的时候，那个皮肤就跟那个你们看那叫什么呀？就是叫什么呀？那个化妆品叫什么露华浓吧，还不是叫什么玩意儿吧？就是那种那个美宝莲露华浓，就是那种那个模特那个皮肤，我就跟那皮肤一样。他可能还得涂点粉什么的，我都不用涂粉，就是那样的皮肤。所以呢，就是说我妈是一个，就是现在我看到了那些就是特别时髦，然后呢那个在那个比如说。打比方讲吧，就是巴黎或者温哥华某什么大街，芝加哥也有那个就是 Magnificent Mile 就是非常就全是名品店的那个1英里，在芝加哥downtown有 Magnificent Mile， 然后就 BLM 前一段把那个整个 Magnificent Mile 给砸了，我的天哪！就是那儿看到的那些女性，我总是想起我妈来，你知道吗？我总是想起我妈来。
其实当时我妈逛那个前门呐、逛那个东安市场，当时还叫东风市场，东安市场显得太土气。结果我们这个毛主席治下，大家都很革命，改成东风市场了。我妈就带我去东风市场王府井那边去逛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努力的在一个充满痛苦的环境中，在那个别人的故事里稍微活出一点自己的角色。就是这些洞见什么的，我真的希望能告诉我妈就好了。但是我现在就不藏私的吧，就是告诉各位，这我也跟我儿子说过。然后我妈呢带我去这个逛街，其实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痛苦。然后我就是挣扎着，就几乎走不动了，跟我妈一起去看那个什么，看那些就是在我看来毫无价值的这个什么那些货品。然后呢，那个累了一天下来呢，有时候我妈带我去那个美术馆，这个我感谢我妈。我喜欢去艺术馆什么的，就是我妈和我大姐给我培养起来的。然后去完美术馆，顺着美术馆那条街往下走的时候，就可以走到东风市场了，就是一路走过去。我那么小孩，其实我根本走不动。然后我妈呢，就会在东风市场卖那个小吃的地方，给我买一碗甜粥和一个炸糕，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每次都给我买，几十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妈对我是多么的偏心，你知道吗？只带我去逛商店，只带我去这个东风市场，只是给我买这个，他自己都不吃，然后一定要让我喝这个甜粥，然后用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呀？就是满满的一碟糖，就把那个炸糕啊蘸在糖里边吃，太甜了。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甜的，结果总是硬着头皮吃，我也不懂事儿，然后能努力吃的时候我就全都吃光，我也不给我妈，然后很多时候我实在吃不下了，然后我妈就把剩下的半块给吃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我跟别人说，或者如果我不修炼的话，我都会含着眼泪，就是回忆这个是我妈是多么爱我。但是现在我不觉得这是爱，我只是觉得我妈卡在那个很轻易就出来的那个人生的那个卡在那里边，卡的时间太久。我真的希望就帮到我妈，不要卡在那里边。我妈呢是出身那个就是河南大地主的家庭，他们那个他的爸爸，他的爷爷，然后当时呢就是说有很多这个农民呐替他爷爷这个种地，他那个爷爷早上起来，他爷爷过着非常规律和有纪律的生活，早上起来以后家人全都动起来了哈，然后呢那个洒扫庭除吧，就跟那个严氏家训说的那个似的。他爷爷抬头看一看天，立刻就说出多少里外哪个地你应该怎么耕，多少里外农具你该用什么农具。这个当地的农民对他爷爷，对我妈的爷爷，简直是就是说无比崇拜，你知道吗？因为你有着这种技巧，基本就是这种，你又有财富，又有地，又有那什么，你还懂得这些天气，知道怎么那个，那就都特别那个。崇拜和佩服他。我妈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边，她呢又是那个家庭的这个长女，然后呢那个她爸爸呢，我妈的爸爸，结果呢就是那个这个故事我以前的一期节目里讲过，今天我就不在那详讲，但我会简单的说一说。我妈的爸爸我见过那个一个照片，特别英俊，真的很英俊那个照片。然后呢那个他呢就娶了就是门当户对的一家姓白的，也是大地主家的这个小姐，你知道吧？结果呢，我妈的这个爸爸就是我的这个外祖父，就去北京啊上北京大学去了。结果这个上北京大学呢，他又英俊又有就是有钱，很快的就是这个有另外一个女人就进来了。另外一个女人进来以后呢，那个女人还是个共产党，那个女人，结果呢，就是我妈的亲生母亲，就是这个白姓小姐，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视此为奇耻大辱。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什么你找另外一个女人的问题，我是有那什么的呀，我是有背景的，我是有根儿的呀，对不对？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结果呢，这件事儿呢，引发了就是说，这个我妈的爸爸的母亲，也就是这个白姓小姐的婆婆，同样的这个愤怒。结果这个婆婆带着媳妇儿，因为婆婆一般和媳妇儿之间是冲突的嘛，但是在这个故事之中呢，婆婆带着媳妇儿直接
去北京啊兴师问罪去了。因为我妈当时是河南南阳人，就是河南南阳大石桥那个地方，现在南水北调的那个一个枢纽已经全都沉到湖底了。我觉得这个世间沧桑变幻，沧海桑田呢，真的你所有的这些那个就是这个爱恨情仇已经沉在湖底了，湖水很清澈，你知道吗？所以人生走一遭，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仰望高处，你知道吗？寻找那个真道，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话再说到那个，就是说婆婆带着她那个女儿啊，不是婆婆带着那个媳妇儿，就去北京就质疑那个这个我的外祖父去了。就到了那儿以后呢，我的外祖父呢，那个，反正当然也受到了这个斥责了。这个不仅仅是什么母亲的这个斥责，这个是个家族对你来这兴师问罪来的，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由于这个重大的这种情感上的这个冲击啊，我妈妈的那个亲生母亲，就是姓白的这位小姐呀，就感染上那个肺结核，而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然后就去世了。在我妈6岁的时候就没有母亲了，没有母亲了，那个她就受欺负了，尤其她是女孩，你知道吗？她女孩你并不是男孩，你是会被嫁出去的，所以呢，我的外祖父他又娶了一个后妈，共产党那个情人呢，就不知所踪了，那个有一天就不知所踪了。然后呢，他又娶了一个后妈，这个后妈来了以后，首先就是要清除这个以前的那个妻子她的孩子。然后呢，我妈从6岁到14岁的时候都是忍受了就是特别大的那个痛苦，最后就不给她饭吃。然后就是这种童年的这种摧折是能决定人一生的这个走向的，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只有我妈的那个奶奶对我妈好。总之呢，最后我妈就去投共产党去了，她是在那个总后的那里边那个被培养起来的，然后又去天津，我妈又干得特别好，然后去了人民大学。我妈始终是就是喜欢有学问的人，结果呢就在人民大学就遇上我爸，然后就和我爸那个结婚了。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俩那个感情什么都挺好的，这是我妈亲口跟我说的。然后呢，但是人是有着根本的缺陷的，其实是小时候我只知道我爸的暴虐，实际上慢慢长大，我看到我妈也有很多的这个缺陷，其实是就是这些缺陷，在我现在谈起来，我是充满了不是怨恨，说实在的不是怨恨，我就是千言万语回到一句话，我希望回到以前的身体里，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他们，这就是我想做的。也许我爸打我的时候，我还会恨他，因为我脾气就是脾气，但是即便恨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告诉他也是值得的。然后呢，我说到哪儿去了呢？我妈就是非常非常好强。我妈非常好强呢，我觉得她是比所有人都能看出我聪明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她可能比所有人都看出，就是于超实际上是整个比周围人都聪明好多。那正因为她看出来，而我呢，因为在像人民大学幼儿园、人民大学小学那附属小学那块儿，你如果聪明，你恰恰是别人打击的对象，是周围同学欺负你，老师恨你欺负你的对象。老师就说了，说这个他是吃巧克力长大的，我的孩子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其实我并没有吃巧克力长大，我们家那个条件其实挺艰苦的，从小穿补丁的裤子，我一直穿到我12岁。但是在那个老师他自己肯定也经历过很多艰苦。但他看到一个人大教师的孩子，他就认为他是吃巧克力长大的。所以我以前在节目中说，我说当人生活在自己的观念的时候啊，你要离他远一点，因为他一定会伤害你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是描述真实啊，在真实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憾、深沉的恐惧、深沉的渴望。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互相了解，也许能互相帮手。但是你要在这个观念之中，老师作为30几岁的老师，认为我5、6岁的于超是吃巧克力长大的，那我逮着机会就给你点难看，逮着机会就让你难受。而我并不是吃巧克力长大的，你知道吗？
他以前的那些那个愤怒、缺憾或者受的委屈，你作用在我一个于超身上，你等于没有捞回你的委屈，你知道吗？你等于没有捞回你的委屈，这对他的报复来说，仅就报复这件事本身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失败的报复。那么这话就扯得远了一点，就是说我在那个从小就是被摧折，被那个很严重的这种情感上的那个，还有甚至身体上的这种折磨，而我妈看在眼里，就这个事儿给我妈刺激也非常大。你看现在我好像挺受欢迎的，你知道吗？就是此时此刻呀，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我有28000个这个 follower， 对吧？28000个 follower， 然后呢，那个我妈如果看到现在别人这么夸我，我妈绝对扬眉吐气了。但是我妈没有看到，我妈在我21岁的时候车祸去世之前，她看到的全是我的如何不得志，如何不被人喜欢，如何不被人排斥，被别人排斥，然后为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儿被别人就是冤枉，然后为我做过的事儿，但别人误解我的事儿被别人那什么，就是我过的是如此的那个糟糕，我没有能给我妈带来一点这种扬眉吐气的这种那个迹象都没有，你知道吗？然后我妈就在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内心的这个憋屈，因为她本身是出身大户人家的，然后因为这个顶革之际嘛，然后她自己还得不停的为自己那个就是当过国民党县长的那个父亲，虽然他很早就离家出走了，但是你出生在这家庭就是你的原罪嘛。所以我看我妈以前在这个总后写那个自我检讨，就是说我出生在这儿，然后我还是有那个就是地主家庭的那个什么的，就不停的这么检讨。对这个对我妈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强的人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知道吗？所以当我妈看到我不能足够争气的时候，我妈能一嘴巴扇出我的鼻血，顺着我的那个流过我的嘴，就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妈就是对我抱着这种强烈的这种期待，而当这种期待去有所就是挫折而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妈左右开弓的扇我的耳光，把我扇在那个墙上，而当时我感受到的心里发自内心的那种痛哭啊，就是说我跟自己说，我于超你以后一定要坚强，不能让妈妈再这么那个委屈了。然后就这个坚强塑造了我，就是在很多场景中啊，就是以超出一般的这种那个坚韧去闯过那个根本看上去不可能闯过的那种困境，而与此同时我也伤害了很多人。总之你在这种恐惧和希望之中你是会伤害人的，你知道吗？而在这个中是没有爱的。我妈给我的那个炸糕蘸着糖的炸糕，那个是期待，那是基于恐惧、基于缺憾的期待，那个不是爱，你知道吗？那个不是爱。然后我比如说我妈活到现在，她看到这么多人说那个于超好，我妈高兴了，这是不是就是我回报我妈了呢？我也不认为这是回报。我告诉你，现在我发自内心，我希望的回报就是把我悟到的所有的道理告诉我妈。我说妈，其实你可以不那样。我跟我爸说，爸，其实你也可以不那样。就是无论是你在你的这些就是你所紧紧卡住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值得卡住的，是不值得卡住的，你知道吗？所以到底什么是爱啊？我觉得需要你告诉自己，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也没有实践过爱，我既没有被爱过，我也没有去给予过爱。你知道吗？我给予的是另外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用其他一些语言描述，但那肯定不是爱。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谈爱谈这么多呢？我觉得这和西风东渐的，和西方经过基督教那个整个的这个丰富的土壤成长起来的那个实践进入中国是有关系的。基督教那里边谈爱啊，其实它很多都是你仰望上帝那个爱的副产品，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就比如说，对于这个女性哈，你在一份亲密关系中，你很这个看重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男的不要去变心，不要去找另外一个人。
那么你就对这个男的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要把我看的是最重的，你呢就什么事都得从我考虑，你心里只能有我。这样的话呢，我就能 secure 一个关系，就能把这个关系搞得安全。那么你呢就是这个眼里只有我。那么为了使得你眼里只有我呢，好，你的这个手机我要查密码，你得说出来。你用了几种那个通讯工具？你有没有瞒着我的通讯工具？不但你手机这个要拿在我手里，你的钱最好呢，你也让我管。你不让我管，至少我要能审核你的这个进出的这个流水。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至于给其他的女人买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花儿，小的大的，没准你给她买一个买卖，你在哪儿养了什么女人。总之呢，就是说她迅速的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类似我27岁，在镇压下成为他那一个高效的情报分析人员，你知道吗？但是我不认为你的情报分析能力能超过我。那么就是当你这样成为一个就是业余的这种情报分析人员的时候，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你和你这个亲密关系中那个男子的那个对你的唯一的爱，就是你这两件事啊。第一个，你有一个要求，我希望你不出轨；第二个，你成为一个准专业的这种那个克格勃或者是那个中央情报局的那个编外的爱好者吧。就这两件事不能同时存在的，你知道吗？当你成为这个半个中情局分析员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失去你的那个亲密关系中那个男性了。那么大家都觉得，我既然是要攥住这个人，那我当然要就是把他看得一清二楚了，对不对？你钱方面、情感方面什么都得攥到我手里，那我就可以 secure 这个关系了，对不对啊？其实不是的，其实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妈他们那种特别深沉的缺憾，我希望就在这个我费了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儿子身上看到一个看到一个那个回报。我希望很多女孩喜欢我儿子，也没有。我希望我儿子学习特别好，也没有。大家也觉得我上清华是学习好，其实根本不是。从小到大我都是差生，你知道吗？然后上清华是因为我说实在的，就是因为我主要是运气好吧，其次是我也比较聪明，然后就上了清华。上了清华还是差生，这到最后我一路差生，一路害群之马，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这些东西，我妈就没有能从外界对我的评价中获得她所希望的外界对我的评价。就刚才那个小伙子说，他那个就是夜不能寐，羞愤难当，痛苦万分。就是你这些痛苦万分，我觉得我妈在没有能从我身上得到外界的评价的时候，也是这样痛苦万分。就是你是不是要用外界的这个对事儿的对这个事儿的言说来代替你对这个事儿的言说，对外界对这个事儿的评价来代替你求真的这个人生旅程呢？那么我想说，能解决，假如我再活一次，能解决我妈我爸以及和我之间关系的这个，是我们三个人都仰望更高处，你知道吗？都仰望更高处，你卡在那个里边的东西就不成其为卡在其中的那个卡子了，然后对你的这个期待也根本就不是流于说那个什么，你能不能吃上一口炸糕，或者你能不能就是不被老师批评，不被罚站，或者你17岁18岁上了大学以后你招不着女生喜欢，全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正如比如说这个我是女的啊，我有一个那个男的，就是说这个和我有亲密关系，你要想保证你们俩之间互相的忠诚，不是在于你心里只有我，他心里绝对不能只有你，他心里还得有更高的仰望。当他有更高仰望的时候，他能在他即便他已经和你关系弄得比较差，他不太爱你的时候，他也不会出轨，因为他是对那个更高的原则，他对那个去负责去了，他在这儿就自然就做好了。我想说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在很多时候，你不去仰望更高的东西，只去在这个层面你要去 secure 你的那一份的时候，基本上你都是会砸得粉身碎骨，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仰望那个更高的存在。所以当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练法轮功的时候，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愚蠢的。真的是这样，你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手上的瓷器，颠来倒去随时都可以砸得粉碎的人，你还来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所以就是说，
我就觉得这个爱啊，这个东西啊，它是在你练习那种就是仰望更高的时候，你在世间自然体现出来的一种东西。就是我的观众给我写信，就是说自己的母亲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是怎么忽视自己的。说到最后，他说我想抱一抱当初的那个在那个困境和孤立无援中的我。我念到这儿的时候，我眼泪忍不住就涌进眼眶。我必须拿这个指甲狠狠地掐我的这个手指尖，使劲掐得非常疼，赶紧转移注意力，因为我要在这儿哭，我就没法做这个节目，我就不停地掐的就是非常深的指印儿，之后我才能那个什么。我这么做，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爱那个写信的那位女士吗？我根本跟她是陌生人，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结论并不是因为我爱她，是吧？那为什么我和她素不相识，一封信，我的心就已经明白她说的是什么？而她妈几十年，从13岁到她40岁，27年、28年中，都不能听、不能理解她这个呢？就说你这种理解和你所看到的这个爱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是从我仰望高处自然体现出的这种东西得到的。你可以把它描述为爱，但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你知道吗？我就想起就是说往那个更高处去走那个路啊，那萨古鲁说有4条路，一种路就是你求真，然后一种路呢就是你 devotion 奉爱。devotion 呢，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个。就是像耶稣基督啊，他所实践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在保罗呀，或者是约翰他所推崇的那个，你要爱你的弟兄啊什么的，其实那个是需要非常艰苦的练习，就是那个爱啊，因为你所在这儿所理解的爱，大部分是基于这个物质的给予，我给你多了，给你少了，这个不是爱，只是你偏心某一个人，你知道吗？我妈对我偏心，对我姐不偏心，实际上你不能说我妈爱我。而我妈爱我姐爱的少，只能说你在分配这些东西的时候，分配给我的多，分配给我姐的少，而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妈的期待所产生的恐惧，那个不是爱，那个。而你如果在这个其中去，在这种浑水之中，你想找到一个方向，你只能大量的喝进去那个浑泥浆子，你知道吗？你的所有的表达都不是爱。所以就是说我呢，现在能做到。就是说，让别人觉得，哎呀，于超你真的很有同理心什么的。我是在求真的这条路上往上走，努力的把握住一些东西，努力的持守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个世俗层面自然的体现出，哎呀，于超真的有同理心，于超真的那个可能觉得我很有爱吧，至少是从我这儿的那个，就是这个留言之中，我可以看到，我觉得是质量非常高的留言，也是很罕见的。你去那个。文昭张天亮的那个下边你看不到这些留言，其实是，那么所以就是说，在这些留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些爱，但是这个是因为我持守了那个努力的追寻那个比较更高一点那个真得到的，而那个爱那方面我并没有去实践，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东西，你要想真的得到一点真东西的话，你必须在这种比如说实践。传承的这个里边，你真的按照那个东西艰苦的去实践。就比如说那个就罗兰小道吧，是不是就圣罗兰呢？法国有个修女叫圣罗兰，她就是在非常小的事情上努力去操练这个爱。这个就很像我看到那个萨古鲁，他说的那种方法，就操练那个 devotion， 还像那个什么那个特丽莎修女去操练这种爱。因为操练这种爱，你的那个目光始终是向神的，始终是在神那儿的，你知道吗？就像那个罗兰，他那个眼睛始终是在那个婴儿的那个耶稣那儿的。然后你在那个上面生发出这个层面的那个，你去做，然后会被评价为这个爱。然后呢，那个我在以前的节目中也谈过，就是说被现在人们认为很多的那个好的那个道德呀。其实只不过是你 follow 了，就是你跟从了更高上面的一些原则，
在这儿体现出是好的道德。就像那个宋拜类钞里边提到一个什么丞相还是一个什么担任宋朝高官的那个一个人，说他特别宽容，特别宽容。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吃饭的时候只看眼前的东西，只吃这个东西，那个菜远一点他就不夹那个菜，只吃眼前的这个菜。然后他的妻子和他的这些丫鬟们就拿这个事儿说笑，说他这挺傻的哈，咱们下回把他的粥啊给弄脏了，看他还吃不吃。结果他们就把煤灰放在他这个粥里边了。结果他看了看以后，什么话都没说，就挪到一边了。挪到一边，他的妻子还问他说：“哎，你怎么不吃粥啊？”他一点埋怨都没有，一点也不说，什么都不说。他说：“今天我不想吃粥。”然后他们就说：“哎呦，他太宽容了！你看他这个对下人多么宽容啊什么的。”其实，如果你要是有一点修炼的那个实践的话，你会知道这不是宽容，这是他的专注。就是说，他把自己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丞相这个位置上，这个整个这个实践呢，当做他修行的一个过程。在这修行的过程中，他只关注这个修行中那些对修行有关的事儿，和修行无关的事儿，他只是作为一个静观，而绝不把这个自己的情绪情感 engage， 就是投入进去。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这个饭我宁可不吃，我这心也一点不动。他实际上实践的是内心的一些这种修心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在中国历代也有流传，而且在人的这个实践中，有的是作为那种街上的这种叫花的那种方式去实践，有的是就在高官的那个实践中，他去实践这个。但是这些在中国那儿全都断了线了。而像这个修炼这个奉爱什么的这个 devotion 这个，你在基督教那个传统里你可以看到，你在印度灵修的那个传统里你也可以看到。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吧，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在世间的这很多你看着就是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这种包都好几百种包什么的，好像很丰富。其实，在这儿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贫乏的，在这儿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贫乏的，因为你去听故事，你匮乏，你恐惧，你希望，所有这些东西对你的生命都是一个致命的戕害，致命的戕害，你知道吗？我上次引用那个李密《陈情表》里说那个臣至微至陋，亡国见福，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就是说，中国这儿一个大问题啊，是你把这个仰望的目标放在君主那块儿了。你如果把仰望的目标放在真正的，比如说真的，咱们打比方说耶和华或者耶稣基督吧，这个才是一个，就是说我有所希冀，这都是死罪，因为我在世间有所希冀，那你就在世间灭亡。那么你的眼睛，你要盯在这个耶稣基督，仰望着耶稣基督或者耶和华，在那块儿用这种方式，你就能在世间实践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就是高质量的人生。真正丰富的是在那块儿是丰富的，而体现在这儿，别人会评价你宽容啊，别人会评价你爱呀，会什么什么呀，你才能就是有那儿的一些映射过来的一些，就是很粗糙的一些东西。真正丰富的是在那个更高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今天的节目是真爱 or both， 就是说你可以实践所有的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是来自于你对更高的那个地方的仰望和去那儿的实践，你才能得到的。今天我就谈了谈自己人生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吧。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希望我这个尽可能说清楚了。我看一下这个留言很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我说清楚我的意思了吗？我上面留言太多了，我可能事后再看，因为我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我说清楚了没有？因为我说的也是拉拉杂杂，大家能给我留言说一下吗？这儿人用了专业的那个基督教术语了 ，agape 就是基督教里面的爱的那个意思，一种特殊的对神的爱。filio 我还需要查一下，我的观众里边有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人，
说清楚了是吗？我希望我说清楚了，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说的拉拉杂杂。你的那些匮乏是致命的，匮乏带来的恐惧是致命的。你，如果你的父母伤害你了，你要做的一定不是说我就恨父母，躲开父母，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已经被他成功的塑造成和他们类似的人了，你知道吗？你要做的一定是活出你父母没有能活出的人生，闹清楚他们到底，尽可能你如果有灵性的话，尽可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然后呢，让你从你这儿开始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把你活出的这个生机传承下去，彻底斩断那些匮乏恐惧造成的那个也是代际传承的痛苦。我梦见过我爸我妈，在不久之前，我在那个梦里边吧，那是一个很好的梦。在那梦里边有我、我爸、我妈还有我大姐，我二姐不在那个梦里边。然后在那个梦里边以后呢，我们的那个内心都是特别宁静的那种喜悦。实际上我对我爸的这个怨恨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在那个梦里就好像完全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这个一点影子都没有。我内心的喜悦就好像一个特别澄明那个大湖一样，那么大的喜悦，那么深，那么清澈，那个就是那个喜悦，你知道吗？然后我爸我妈也都是满面微笑的看我，就那么一个梦。那个梦挺安慰我的。大家跟我说说，我说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吗？这样说有人看不懂。有人说我说清楚了。那今天我的节目先做到这儿吧，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